最近发现这个网络贷款真是个香饽饽，怪不得互联网巨头们都要过来分一杯羹。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不留神可能就被贷款了。逛淘宝推荐花呗支付，用京东买个菜推荐京东白条，上美团订个饭推荐美团月付，甚至使用搜狗输入法，也可能不小心点入借钱页面。电商、生活、出行工具等各类互联网大佬都盯紧了用户的钱包，想方设法的资助咱们这些穷人。但他们也不是做慈善，商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主。要不是这块蛋糕又大又好啃，他们才不会把钱放到穷人手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赚穷人的钱。为什么互联网大佬扎堆搞金融呢？还不是因为简单粗暴，来钱快，挣钱多嘛？你想啊，卖产品你要绞尽脑汁的控成本、搞营销、抢市场，到头来利润可能全搭进去了。而且现在很明显生产过剩，随便一个产品都能找几十甚至几百个不重样的，竞争这么大，市场又不好消化，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金融就不一样了，钱可以说是刚需中的刚需，而且没人会嫌自己钱多啊，先拿去用，到时候再还，省时省力，还没有竞争，大家都开心。你要是用他们的钱再去买他们的商品，那就一言为定，双喜临门。所以互联网巨头热衷的 C 端流量变现方式中，金融是他们最想玩的。网络贷款有多赚钱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组数据。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营收为285亿元，贡献了蚂蚁集团近40%的营收。同期，京东金条和白条收入共计44.3亿元。360数科第三季度来自于信贷驱动服务的净营收达到人民币29.5亿元。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高达8841亿元。这些在咱们眼里只是个天文数字，但在大佬们眼里就是唾手可得的蛋糕，不咬一口才是傻子。于是搞电商的来了，做搜索的来了，玩游戏的来了，跑外卖的来了，就连做杀毒软件和输入法的都来了。大佬们的敏锐嗅觉真是不服不行。但用户也不傻，我干嘛非要借你的钱？又不是穷到买不起柴米油盐，吃了上顿没下顿，对吧？而且咱们用他们开发的 App 消费，就已经让他们赚了一波 W， 现在还想通过借贷提前收割我们将来挣的 W， 你说他们损不损？更损的是，他们在鼓吹借贷上采用的手段。现在的借贷广告除了无孔不入，内容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之前一期的视频里，咱们提到过，有个农民工带母亲坐飞机，因为母亲身体不适，想让空姐开窗而被鄙视。一位好心大哥说，升舱的钱我来出，然后很自然的拿过农民工的手机，帮他借了15万。另外一条广告竟然还是原班人马出演，农民工饰演带母亲进城看病的儿子，因为宾馆太贵住不起，之前帮大家贷款升舱的好心大哥又一次帮他申请了15万，让他们住进了豪华套房。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有一位男子去足浴店，因为点了便宜套餐被看不起，于是贷款点了698的套餐，成功起飞。一对情侣，男生借女方父亲被嫌穷，还被指了一条明路，去贷款可以借到20万。一位空姐向相亲对象朱若楠大喊：“你连360借条都不知道，我们不合适。”真不知道这些奇葩的剧本是什么样的脑子想出来的，各种金钱歧视，各种畸形消费观。要我说，他们不如把手伸进消费者口袋里抢更直接点。还有一些是包装成追求美好生活，表面上看没有毛病，仔细一想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生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职场新人用花呗添置新家具，工人为了给女儿足够的爱，借钱给女儿布置了一个豪华生日会。网友调侃，上一个讲父亲借钱给女儿过节的作品，还是反映封建压迫的白毛女。为了更好的抢占市场做大规模，各平台的借贷广告都是竭力宣传借钱有多好，却很少提到后续还贷的事情。如果还不上贷款，可能产生的高额费用、借款人信用受损，甚至影响正常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贷款须知都被故意淡化了。比如京东金融的广告中只字不提贷款，而是用备用金淡化借钱概念。同时，网络贷款一般不会清晰告知用户具体利率。同样，在京东金融广告中强调万元日息最低1.9块，却不知道最高日息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享受最低日息。实际上，在京东金条应用中借款时，利息可高达0.075%，1万块钱一天的利息17.5块，年化高达26%。21金融圈曾统计了19家市面上主要的消费金融公司，其中近80%的平台在官网或 App 宣传页面对于利率的披露展示的都是最低日利率。金融广告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指出，贷款类金融广告应当清晰准确展示贷款年化利率，不发布仅含有最低利率或者利率低至等以特定条件低息误导贷款人的内容。
不以日利率、日还款等于实际执行利率表达方式不一致的方式宣传贷款利息。这样看的话，目前很多网贷平台的信息宣传方面显然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借钱的门槛有多低，还不上钱的代价就有多沉重。2016年，整整10 G 装满女大学生照片的文件夹，将校园贷这颗毒瘤炸出水面。2017年，各种网络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用户量迅速增长，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2019年，自然物晚会曝光714高炮，短周期砍头戏成了无数人饮鸩止渴的安慰剂。新浪 VR 发布一篇题为《2019年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全国的1.75亿90后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86.6%的90后接触过信贷产品，负债率高达41.75%。融360也曾公布数据，中国使用消费贷款的人数中，近半数都是90后，在亚洲同龄人中排名第一。表面的一片美好掩盖不了背后的一地鸡毛。年轻人一般经济实力较低，对金融知识也不了解，而且容易受超前消费、假精致等消费观影响。一旦开始借钱，又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撑，就会以贷养贷，动越来越大。痛心的是，不乏年轻人因此而走向极端的。之前就报道过，山西一位21岁女孩从17楼窗台纵身一跃，其留下的遗物里密密麻麻地写着分期乐等网贷机构的账单，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其实年轻人群信贷消费的增长在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破灭，一些消费金融公司逆势发展，街头也涌现大量借贷广告，刺激日本人的消费欲望。然而日本社会自杀数据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快速上升，金融部门的数据显示，其他消费贷款公司客户占自杀人数的25.5%。目前国内大量网络贷款平台借由互联网新兴产业快速扩张，经营管理粗放，同时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不过互联网借贷的野蛮生长已经吸引到监管部门的注意。去年11月2日，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收紧了对互联网借贷平台的监管，给网络借贷的经营资格及放贷金额方面做出了严格限制。比如网络小贷的注册资本需要实缴10个亿，对个人的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30万，而且不能超过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1/3。这些才是消费者更愿意看到的。网络借贷的转型过程中，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引导正确消费观，才能让借贷双方在金融变现之路走得更长远。最后还是想说2点啊。第一，借贷并不是雪中送炭，它背后隐藏的风险更像是饮鸩止渴，所以能不用就不用，除非万不得已。第二，用物质来衡量生活质量的人，其实是自我认同感低的表现。用物质上的精简换取精神上的充实，或许才是更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